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所以寿命长不长，低头看看脚是什么意思？脚与寿命长短有什么关系呢？俗话说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足是人体的主要支撑点，步有6条主要经络。要说我们身上哪个部位最受累，一定是双脚。它就像一对勤恳的老牛，默不作声地承载着全身的重量行走四方。但大家知道吗？就是这个我们关注少的可怜的部位，却藏着我们生命的密码。因为脚是离人体大脑和心脏最远的部位，能得到的营养供应最少，血液循环差，代谢的废物也容易在这里堆积。所以足部最容易反映大脑、心脏等各个组织器官功能的微妙状况，因此它也被称为是人体的第二心脏。一旦出现淤堵，心梗、脑梗随时都会找上门来。而双脚的重要还绝不止这些，我们还能够通过它提前发现身体的异常。脚还是寿命的晴雨表。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》记载，阴气从足上行至头，而下行循臂至指端；阳气从手上行至头，而下行至足。脚部是足三阴经起点，足三阳经终点，为6条经络的精气汇聚之处。不仅如此，还藏着各脏腑器官的反射区。相应脏腑出现问题时，此时对应反射区会感到疼痛，或有应节一样的异物感，就像警示身体健康情况的晴雨表。任何微小病理变化都会在脚部反射区反映出来，提示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身体。那么如何通过脚部来看健康呢？一、看颜色。看脚底颜色。五色辨病是中医学内容之一，五色为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。中医学认为，正常的脚底颜色略红，也就是说，脚部最佳的颜色应该是红润的。如果出现以下的颜色情况，最好去医院进行检查。一、红色十分的明显，可能有热。二、颜色发青，可能有寒。三、出现异常的黄色，可能有肝胆的疾病。四、发白，除可能有寒症外，还可能是营养不良和贫血。五、发紫或者是发黑，可能血液循环差。二、摸温度。脚部是众多穴位脉络的集中点，脚的温度大多集中在脚心，属于肾阳对应的位置，可以尝试摸一摸脚的温度。如果是温暖，则说明身体的肾阳充足，代表能力强，是身体素质好的表现。如果脚的温度过于冰凉，这可能存在气血匮乏、阳气不足的现象，尤其是老人和女性更容易的出现类似的情况。但如果脚的温度过烫，其实也不好。脚心过烫代表身体阴虚内热，气血虽足，但运转和代谢的效率过低，因此脚的温度既不烫手又很温暖，往往才是健康长寿的一种体现。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有人手脚冰凉，也有人晚上睡觉像在火焰山一样。冰凉的人大多数就是身体血液不流畅，有寒气极深。可以选择在茶余饭后在附近多多走动，来使身体的经络活跃起来，对身体也大有益处。这类人应多吃一些性属温热的食品，如羊肉、大蒜、生姜等，以提高机体的耐寒力。若脚心热，则可能是阴虚内热，应多吃一些绿豆、冬瓜、瘦肉等干凉滋润之品，少吃羊肉、韭菜、辣椒等温燥之品。三、看脚趾甲。脚远离心脏，脚趾甲是最远的，是气血难以到达的地方。如果脚趾甲健康，说明身体的气血状况很理想，长寿的可能性也更高。而健康的脚趾甲大多颜色粉嫩，且指甲上有月牙一样的白色区域。中南大学中医院副主任张婷表示，月牙对应的是肝脏藏血功能，月牙标准且饱满，代表肝脏的运转效率理想，肝病的风险比较低，这同样也是长寿的有利因素。相反，
如果脚趾甲开裂，而且有隐隐约约的束痕，这说明指甲受到气血滋养的程度，脚底健康状况可能不是很理想。这时应注意多参加体育锻炼，避免久坐久站强健身体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脚趾甲变成了苍白色，没有一点血色的话，那就要考虑自己是否营养不良或者是贫血。这时你可要更加的注意自己的饮食，保证每天摄取足够的热量。泡脚可以说是最适合足部的调养方式了。平时多泡脚也可以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。中医认为热水洗脚胜吃补药，每天泡脚15分钟就能发挥保健作用。通过热水的温度来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，达到提高气血扩散效率的目的，可以消除一天的疲劳，泡脚后更易入睡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泡脚的温度不要设置得太高，最佳的温度为40摄氏度，既要避免水温过低不能充分的发挥作用，又要防止温度过高烫伤了皮肤。特别是患有糖尿病或者是周围神经病变者，因对于温度的感觉不敏感，可让家人帮忙试水温，或用温度计来测定水温是否合适。另外，泡脚时加上按摩穴位，也是中医传统的养生方法。足部的穴位集中位置，适当的按摩穴位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足部的健康也能够得到不小的改善。例如三阴交穴、涌泉穴、足三里穴等，每天适当的按摩5到10分钟，感觉微微的酥麻发热即可。坚持这些习惯，身体健康也能有所改善。3. 养生先养脚，2个简单动作激活脏腑精气，明目助睡眠，强脏腑。别看脚趾小小一个，其实大有乾坤。大脚趾对应肝脾经，脚食指对应胃经，脚中指对应是肾经，无名指对应是胆经，小脚趾对应是膀胱经。肝经明目，脾经通调一切的慢性病，胃经抗衰老，健脾和胃，胆经生阳气补气血，膀胱经排湿浊，好处多到数不清。而我们通过刺激脚趾就能够一次性的收获所有的功效。方法简单： 1. 双脚互打。中医认为脚与人体的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。脚部6条经络，脾经、肾经起于脚趾，分布于脚掌，通过脚内侧通向全身，因此脚内侧可以说是脾肾两经的闸门。肾为先天之本，主骨生髓，藏精抗衰，与人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，能够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，影响着我们的寿命的长短。此外，脾为后天之本，主统血运化，是气血生化之源，把脾养好，病痛就会少很多。尤其在冬天，双脚互打更是不可缺少，因为百病从寒起，寒从脚下生。有很多老人通过双脚互打后，发现比热水泡脚还要实惠有效。另外，有腰背酸痛、腰椎间盘突出、坐骨神经痛的朋友，也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，调理的效果很好。动作很简单，两脚脚侧相对，用力而且缓慢的对敲50下，大约2分钟即可。以局部皮肤有微热感为效果最佳，坐着或者是躺着做都可以。第二个动作就是勾脚。首先平躺或坐在床上，两腿伸直，接着脚尖慢慢的往回勾，幅度尽量的大一点，以脚趾脚掌感到紧绷为效果最佳。脚趾回勾50下，大约3分钟即可，次数可以不限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时长，但要注意不要一次性的练太猛，以免拉伤。随着脚趾的一勾一动，就能够调动脏腑精气，还能助眠，调理手脚冰凉的体寒症状。大家别错过了，脚是我们的第二心脏，所以不要忽视脚部的重要性。平时多散步，让脚部的血液可以很好的循环。睡觉之前有泡脚的习惯，这样能够让腿部的一些穴位得到很好的按摩。也可以多做以上这2个护脚操，
能调脏腑、通心脑、传神通、气血佳，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